在中国有这样一段拥有极致孤独的公路，向南是西藏的清澈和辽阔，向北是新疆的丰饶和美丽。穿越800多公里的羌塘无人区，行驶在5200米的海拔，这就是被称为进藏第10线的国道216。这是野狼，五彩山体的雪山，看看有人吗？所有的山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看看是今天还是明天一早，然后我们就穿越国道216，从改则到民丰，看看需要办什么。都填完了，带上身份证、行驶证就可以，不用驾驶证。加油的话就填这个单子。出门突然下雨了，我们要穿越羌塘无人区的第一天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但是不知道这个雨一会儿会不会停啊。因为今天外面下雨，我的搭档的心情是很不好的，因为他觉得拍不着美景了，拍不着好看的镜头了。哎，把你的笑容展现给大家一下。他就开心的不得了，也不知道一会儿会怎么样，走走看看吧。现在是阿里的7月份，外面的草全部都是黄的。那边好像天晴了啊。哦，是啊，我也是那种颜色。伴随着阴雨的天气，我们踏上了这段穿越孤独的旅程。国道216民丰至改则段，全长800多公里，其中600多公里没有任何补给。稀薄的空气、寒冷的风雪、孤独的道路和未知的前程，行驶在这里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探索世界的尽头。好大呀！突然，现在就是先浅乡，这是进民丰县，然后最后一个有人的地方，这儿有个检查站，过了这个检查站，700公里左右的真正的无人区了吧？开车一定要小心。改则，欢迎您再来，从这里就踏上无人区了吗？突然发现这里有几只藏羚羊。这应该是野生牦牛，海拔已经5180了。经过先浅乡，我们正式进入了羌塘无人区。刚刚还在下着雨的天空也瞬间放晴，就好像有人知道我们要来到这里，所以他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。彩色的山丘在云的映衬下变换着时间的光影，高原湖泊的静谧也总是如此让人沉醉，即便相邻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极致色彩。这就是西藏，就算看过无数遍也依然让人着迷。几百公里也没有见到一辆车，行驶在这里的每一刻，眼前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，不是每一段路都会通向人间烟火。
看到那个人了呗，蹲到那里去捡他的那个航拍去了，航拍自动的就降落了。什么情况？温度多高啊？风太大了，是吧？阿里啊、大西北啊这种，西藏啊、青甘啊，无人机都是必备。感谢大疆，大疆打钱。车里味实在太大了，这个汽油味儿，哎呦恶心脑袋疼。如果你加了油以后，一定要想办法放在外边。本身没高反，熏出来高反，汽油味儿实在是。自适应信号。哦呦，那个雪山出来了，而且是一个五彩山体的雪山，特别的好看。风吹时影不动，云卷雪，山无声。当昆仑山脉的雪峰一点点出现在我们的视野，高原的风带着亘古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此时的216犹如朝圣者的道路，蜿蜒向前，通向那座可以抚平你内心喧嚣的雪山圣殿。在5200米的地方去登上前面这座山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受。你在海拔高的地方，你走几步，然后就觉得特别难受。看着可近呢，不怎么好爬，我要爬到那个上面去。他说爬不上去，我试一下，不服。看着还是很陡的，估计一会儿手脚并用了。从这边呢还是从这边呢？我觉得这边应该好爬一点，咱们就从这边爬吧。有的那个石块不结实，你一定要踩一下，尽量踩那个大块。到我的镜头下边好多的好几只的藏羚羊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只藏羚羊。5200米的海拔，每走一步都是一种考验。都说在西藏缺氧，但不缺信仰。但真正踏上过这片高原，可能你才明白，所谓的信仰，不是磕头朝拜的动作，也不是找寻某个答案，而是尽管充满着对前行的未知和疑问，但依旧选择上路。继续驱车向前，阿鲁措、美马措接连出现，或站在湖边，或登高远眺，风把脸吹得粗糙，但看得更真实。静谧热烈，美到极致的外表下，也可以是让人无限接近。这里所有的美丽都不需要门票，也没有故事，更没有网红打卡地，所以他们不迎合任何的期待。只有广阔的湖面，像一颗颗宝石一样，遗落在这片旷野，在雪山的环抱中，在云的影子里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光。如果你喜欢孤独，那么接下来的画面，我们可以一起沉浸。落日拖着长长的余晖，从天边缓缓跌入荒原。
金色的风被撕成薄片，洒在起伏的草原之上。道路无尽的延伸，我们沉默着前行，而尽头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燃烧和那道可以救赎一切的光。这就是羌塘，这就是800公里的孤独落日。20升汽油，这不轻啊！我没走，20升汽油，然后油箱才55升，这是1半油桶的重量，我轻啊！我们现在正在找驻车地，然后我都不敢瞅路两边，我都怕突然之间看到狼。我们突然发现路边有个车，有人吗？我们决定看看有没有人。你看看有人吗？啊？没人啊？车不要了？没人就行，希望人平安就可以。我们现在是在216国道改则民丰，然后羌塘无人区。决定在这儿露个营，前不着后不着店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说实话，只有这儿唯一的一个就是路边可以下来的一个地方，其他地方的话它都下不来。我们决定，然后决定吃个泡面，吧，就不煮了，就简单吃一点，热乎就行。昨天我们就在这儿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，大荒原上啥也没有。感谢你们的陪伴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。告别昨天夜里互相陪伴的唯一旅者。道路旁持续出现的废弃车辆，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，这壮美景色背后的危险。这就是一个翻下去的车，所以在这开车一定要小心。7月的羌塘，雪来得毫无征兆，戈壁褪去了原有的粗粝色彩，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白。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是在穿越真实世界，还是误入了某款旷野游戏。现实和幻境仿佛只隔着一层车窗的雾气。我的妈呀，你敢信啊？7月下这么大的雪，所有的山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哦，越往新疆方向走，人越大。风、雪、雾，共同构筑起了眼前这一切。从天空俯瞰，虽然不真实，但又有一种遗世的凄美。藏在云层下，若隐若现的不知名湖泊，它们镶嵌在这孤独的大地，静等着每个生命的到来和离开。是，终于看到狼了。这不是鹿吗？狼啊！这鹿吧？是吗？是狼。哦，真是哎，真是狼哎，真是野狼，真是野狼。
慢点，别靠它那么近。我这个地方真能碰见野狼啊！刚才那有几只藏羚羊，它为什么不去吃藏羚羊去？这是真正的野狼，这可不是网红狼。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那只狼从那儿走了。那儿。哇！雨夹杂着雪，是，真的是感觉末世了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此时的画面。黑石沉默如碑，嵌在苔原之间，延伸几公里。风带着雪从它们的缝隙间穿过，试图切割出自己的样子，而雪又裹着苍凉，把这里涂抹成一幅末世的抽象油画。要在大雪里边要飞无人机，看他头上的雪。穿过风雪的下一秒，天地间的一切都在瞬间沉默。黑石北湖也显露出它的真容，湖面清澈如镜，仿佛尚未被惊扰的美梦。远处的雪山在蓝白色的云里若隐若现，天地交汇中，时间也徘徊在此，不愿流逝。确实，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东西都感觉特别纯洁、纯净，山啊、云啊，然后湖啊，对吧？还有土地啊。而且你跟云的距离显得特别近，就觉得你老是在云层里。这边气温比较低，现在室外气温是4度。刚到新疆地界，新疆给我们来了这样一个礼物，大冰雹。800公里之后，我们终于进入了新疆，这就像一场梦，一步一步把我们推向了世界的尽头。孤独在这里是如此的具象，但它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宁静。接下来的新疆，我们将从苍茫走向喧哗，从无人之境走向多彩人间。喀纳斯的湖、伊犁的风、赛里木的蓝，都在前方等着我们。属于219的后半程，将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辽阔。